听说中了1000万，真的假的？有钱了不起啊！有好戏看了！中了1000万，1分钱都不肯拿出来，就是吃我多少碗面了？发达了就装不认识人，借点钱怎么了？刘婶老规矩，大碗牛肉面加个蛋。今儿这面得36。36？平时不是8块吗？哼，你都中1000万了，还在乎这点小钱？就是啊，苏姐，1000万呢，手指缝漏点儿都够我们吃3年了。支付成功36元。婶儿，牛肉和蛋呢？牛也得过年啊，肉贵。你是千万富婆，吃的是心情，还在乎那几片肉？真是越有钱越抠，难怪人家发财呢。婉晴，听说你中彩票了，真的假的？妈，咱回头再说。回什么头？你大姨小姨都在这儿呢。你表妹刚看上一套公寓，首付差80万，你赶紧打过来。妈，我钱还没到账。少骗我！街坊邻居都传遍了，你是不是不想给？养你这么大，就在这等着我是吧？有钱就六亲不认喽。这孩子从小就读，发达了看不上穷亲戚了。一家人嘛，有钱了是该帮衬帮衬。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这老话说得好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这古人的话那都是有道理的。老板，拿瓶矿泉水，5000。5000？抢劫也没你这么快吧？我也没说谁5000啊。最近搞会员制，办卡5000起充，不办卡不卖。行，那我不买了。哎呦，大富婆连5000块都舍不得掏，哼！平时妹妹长妹妹短，真是一有钱就翻脸不认人。听说中奖了，这点钱啊，还记得我吗？有时间一起吃个饭。王律师，手续还要多久？最快今天下午。您名下商铺产权文件已全部完成变更，租约资料也已经整理完毕。苏老板，听说发财了，姐们儿最近手头紧，借俩钱花花。让开！大家都来看看啊，这就是千万富婆一毛不拔，连姐妹借个急都不肯。给不给？不给我可就继续说了。行，不给是吧？苏婉晴，你等着。好啊，我等着。苏姐，早啊！听说您中大奖啦？哎呦，苏姐来了！坐坐坐，这椅子硬，我给你拿个靠垫。薇姐，别这样，还是叫我小苏吧。哎呦，那哪行？现在您可是身价1000万的女神，我们这些打工妹以后还得仰仗您呢。苏姐，中午必须请客啊！去蓝韵餐厅，人均才2000，对你来说洒洒水啦。苏姐，我最近看中个包，能不能先借我5万，发了工资就还？行，中午我请客，地方你们定，借钱的事儿以后再说。1000万呢，借个几万块磨磨唧唧的。文件正在整理，下午2点能送到。再忍忍。法式鹅肝、黑松露意面，再来个90年的红酒。苏姐，这酒不错，先来2瓶漱漱口。随便。苏姐大气。来，敬苏姐一个。女士您好，一共消费86400。哎呀，找苏总，她是富婆，给我吧。这酒怎么是3万一瓶？菜单上写的8000。女士，这是张女士特意交代换的，说换年份更好的。苏姐，
这不都是为了给你撑场面吗？几万块钱对你来说算个屁呀！刚才还说随便点呢，不会是舍不得吧？刷，这就对了嘛，苏姐豪爽。这顿我记账上了，连本带利，1分不会少。中午吃的不错啊，苏姐请客的吗？小苏，老板叫你去一趟办公室。升职加薪，我看是要被借钱喽。老板最近不是刚买了别墅吗？小苏啊，坐坐坐。听说你最近运气不错啊？还行。女孩子运气好是福气，但是呢，咱们公司是个讲究奋斗的地方。你现在既然已经财务自由了，我看你的心思肯定也不在工作上了。上午我看你一直盯着手机发呆，这对团队影响很不好啊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工作积极性，你主动申请退休吧。而且啊，我听说你最近手头宽裕，公司最近资金周转有点困难。如果你愿意以个人名义借给公司500万，我可以让你挂个虚职，不用来上班，工资照封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苏婉晴，做人要懂得感恩。你在公司干了3年，公司培养了你，你要是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财务那边最近在查以前的报销账目，好像有些问题啊。要是深究起来，这1000万都不够你赔的。苏小姐，我到你们公司楼下了。老板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也有一件事要通知你。什么事儿？关于咱们公司楼下这条街，也就是咱们公司所在的这栋楼的产权问题。还产权问题？这楼跟你有屁关系？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反了！你明天不用来了。哟，我就说他得瑟不了多久。被开除了，活该！有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哟，这不是千万富婆吗？怎么不上班啦？也是，有钱了谁还上班啊？我看是钱来路不正，被开除的吧？哟，苏老板，来个西瓜拜拜火，今儿便宜，给你打个折，280一个。280，真是良心商家。怎么嫌贵啊？嫌贵别吃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有些人啊，有钱了还这么抠搜。小苏啊，这做人可不能太自私了。就是，大家邻里街坊的，发达了不帮衬一把。听说他公司里也不做人，一顿饭都舍不得请。这种人活该被针对。都说完了吗？怎么，你还想打人啊？你个害人精，还有脸回来？这谁呀？像个大人物。那是律师，我见过。苏小姐，抱歉来晚了，手续已经全部办妥。苏婉晴，你别想跑，财务的事儿还没算清楚呢。王律师，麻烦您把爷爷留给我的遗嘱当众宣读一遍吧，特别是关于这条街产权的那部分。资证明，委托人苏木先生及苏小姐的爷爷，将其名下位于本市富阳区9路1号至148号所有商铺及写字楼产权，全部由其孙女苏婉晴女士继承。目前所有产权变更手续已完成，苏婉晴小姐现为本街道及写字楼的唯一合法产权人。另外，苏小姐还要宣布一项决定：鉴于近期市场环境变化以及某些租户的恶劣经营行为，我想这条街所有商铺以及这栋写字楼的租金该重新调整一下了。还有，对于某些不仅不诚信经营，还恶意针对房东的租户，合同到期后概不诉均。至于现在房租涨3倍，付不起的话，3天内带着你的人离开这里。这不可能，假的，
绝对是假的！这栋楼也是你能买下来的？这一条街几十个铺面，那是几个亿的资产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李总，抢夺公证文件，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质疑司法公正，您是想进去蹲几年？小苏，哦不，苏总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苏总，当时就是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咱们公司的租约还有半年才到期呢，您消消气儿。谁跟你开玩笑？刚才我说涨3倍，那是对别人的价。至于你的公司，我不租了，违约金我会照付，双倍赔偿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带着你的人离开我的楼。不行啊，苏总，我上个月刚花了300万装修办公室，那些设备都是贷款买的。你要是赶我走，我就全完了，公司会破产的。苏姐，咱们是一个组的姐妹啊。刚才我那不是怕您被骗吗？我是为了护着您啊。您看，哪怕涨点租金也行啊，大家都要养家糊口。姐妹，刚才点那瓶几万块红酒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把我当姐妹？刚才谁说我小气来着？谁说我活该被针对来着？刚才那顿饭86400，既然公司都要解散了，这顿散伙饭 AA 吧。所有人现在转账给我，少1分，律师函明天送到你们家门口。小苏啊，你看这事儿弄的，我也是老糊涂了。这面钱婶儿退给你，以后你来吃面，婶儿请客，终身免费。刘婶儿，刚才不是说牛也要过年吗？怎么现在牛不过年了，肉不贵了？你就当婶儿瞎说的。小苏，你看在婶儿看着你长大的份儿上，别跟我提长大。小时候你给我煮面吃，我记着，所以这几年房租我都没给你涨过，还要倒贴维修费。但刚才那碗面把情分吃没了。3天后我来收铺子，你要是不搬，我就帮你搬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凭什么？我们签了合同的，白纸黑字，你不能赶我们走！大家别怕他，他就是个小丫头片子暴发户，合同没到期，他敢涨租金，就是违约。大姐，你那个便利店的合同上个月就到期了吧？我爷爷心善，一直没催你续签，让你先住着。既然没合同，那就是不定期租赁。我现在通知你，解除租赁关系。我不搬，我就不搬！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里是老街，我是坐地户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哎呦喂，大富婆欺负穷苦老百姓啦！怎么，知道自己不占理，就开始耍无赖了？王律师，刚才他说他是会员制。是的，苏小姐。而且据我的了解，他刚才拒绝出售商品给非会员，这涉嫌强买强卖和消费欺诈。行，既然你喜欢搞会员制，你想续签也可以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就说小苏是个好孩子。但我这里也是会员制，想租我的铺子，得先办会员卡。我看你那店位置不错，会员费就收个100万吧，这还不算租金，你考虑考虑。100万？你抢劫啊！大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也没说一定要你租啊。但我这铺子最近搞活动，业主制，你不办卡不租房。没钱你租什么铺子啊？平时姐姐长姐姐短的，一让你掏钱就翻脸不认人啦。你给我等着！苏小姐，需要报警吗？不急，心里的那口恶气终于顺了一半，但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小丽，去哪儿啊？苏老板，我家里煤气没关，我回去看看。不急，我记得你家也住这儿吧？上午你说什么来着？不是我没怎么忘了？
姐，我错了，我那就是开个玩笑。你们呢？也是开玩笑吗？你以为我没听到吗？刚才我在楼下的时候，你可是叫的最欢啊！不是苏姐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怎么，敢做不敢认了？我不在乎你在这条街上做什么，但是你要是欺负到我头上，那你就等着吧。你是苏婉晴？对，是我。有人举报你诈骗巨额财产，伪造公文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巡捕同志，我是苏小姐的律师，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合不合法，回去调查了再说。抓他！快抓他！这个不孝女，她爷爷老年痴呆好几年了，怎么可能立遗嘱？那份遗嘱是她伪造的，这栋楼是我们大家的。你个不孝女！我就说嘛，肯定是假的，活该，连亲妈都坑。王律师，刚才的话都录下来了吗？全程高清。巡捕同志，我需要补充一份重要证据。律师啊，这条加上去，那帮不孝子女，我活着时候就不盼我好，我走了之后，他们指不定怎么欺负婉晴。要是他们敢闹，敢质疑遗嘱，那套给老大养老的房子，还有给老二、老三的安家费，全给我捐了，1分钱都别给他们留。巡捕同志，刚才那段是苏女士爷爷的遗嘱，这里还有遗嘱的鉴定报告，您看一下。手续齐全，公正有效。既然是合法继承，那就是民事纠纷。但你刚才当众打人，涉嫌治安违法。你怎么这么冲动啊？那套房子本来能卖200万的，这下全没了，你看看我们损失多少！大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打的解信，把我女儿的房子打没了。婉晴，女儿啊，妈错了，妈刚才是一时糊涂，那是气话呀。我是你亲妈呀，婉晴，你不能看着妈露宿街头啊！你跟律师说说，那条款不作数好不好？婉晴啊，大姨错了，我们都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婉晴，求求你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哎，你看看，这一谈到钱，就是亲妈了。妈，刚才那一巴掌是你打的，遗嘱是爷爷立的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。王律师，送客。另外，通知物业，从今天起，这栋楼实行封闭式管理，除了巡捕同志，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部列入黑名单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踏进我的地盘半步。苏小姐你好，您妈妈刚才来我们办公室，说要撤销遗嘱公证。他有这个权利吗？没有，但她说要告您诈骗，我们建议您做好应对准备。好的，谢谢。喂，王律师，苏小姐，您妈妈已经委托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准备起诉您。他们的理由是您爷爷在立遗嘱时精神状态不佳，遗嘱无效。王律师，我爷爷的精神鉴定报告呢？在我手里，3级甲丙医院出具的，绝对有效力。那就好。王律师，帮我准备一份反诉状。反诉什么？诽谤罪。
我妈妈前几天当众说我诈借伪造公文，这些话不是都录音了？我要告她诽谤。苏小姐，这样做的话，会彻底激怒您的家人。他们已经被激怒了，而且我不想再有任何退路。我会在3天内准备好所有材料，您放心吧。谢谢你，王律师。从现在开始，街上的那些人全部禁止进入这栋楼，包括我妈。如果他们强行进入，直接报警。是的，苏总，我们马上执行。还有，把前几天那顿饭的名单发给我，然后给每一个参加聚餐的员工发一份账单，告诉他们3天内转账给我，否则走法律程序。苏总，这怎么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快点儿，3天内必须搬完。20年了，这店要关了。唉，都怪那天我们多嘴，现在好了，全完了。这下可好，整条街都要变样了。谁让我们那天跟着起哄呢？现在苏总一个都没放过。苏婉晴，你给我出来！阿姨，您别闹了，我们苏总说了，您不能进去。我是他妈，你们凭什么拦我？苏婉晴，你快给我下来！苏小姐，您妈妈在楼下死缠烂打着要进来，我们拦不住啊！报警。怎么又是你？上次警告你不听是吧？现在又来扰乱公共秩序。我是他妈妈呀！那也不行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妈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各位，这次大会我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。你们认识她吗？这是李女士，我曾经的老板。她在我中得宰彩票之后，试图威胁我，想要从我这儿借走500万，还诬陷我报销违规。我这里有她威胁我的证据。你手头宽裕，公司资金紧张，苏婉晴，你可是要想好了，如果不帮忙，我可以追究你的责任。这可是他自己说的，威胁和诬陷都在这里。李女士，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我那只是商业上的建议，对，是商业上的建议。商业建议，是吗？怎么，在你这儿，威胁员工借钱也叫商业建议吗？诬陷员工违规叫商业建议吗？这叫违法，这叫犯罪。对，这叫勒。所以，今天我在这里公开要求李女士向我道歉，并对我做出一定赔偿。全部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。李女士，当众说对不起，这不仅是对我，也是对所有被你威胁和欺负的人。现在，你有机会承认错误。苏婉晴，你别血口喷人，那500万是你自愿借给公司的，你现在翻脸不认人。自愿？李女士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谎，不怕被起诉吗？你们别听他瞎说，我是他的恩人，要不是我，他还在给我打工呢。恩人，李女士，你威胁我的录音还在这里，你想继续狡辩，别怪我把你告上法庭。现在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当众道歉，赔偿我的损失，要么我们法庭见。我错了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赔偿问题我们会用合同来处理，其他的我也不会来为难你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准干涉我的事业，也不准影响这条街的商户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终于在阳光下得到了最直接的见证。几位，接到业主通知，你们不能进入大厦，请在楼外等候。我找我女儿苏婉晴，亲母女见面，凭什么拦着？我们又不是来闹事儿，只是找人办事儿，你们少管闲事儿。婉晴就在楼上，咱们直接上去就行，犯不着和物业耗时间。没有业主许可，任何人不能破例进入，还请几问一步。不让我们上楼，我们就蹲在这儿不走。什么时候苏婉晴下来，什么时候我们再起身。对，你不给我们进，我们就不走了。果然如此，又是那一家人。喂，苏总，您母亲带着2位亲戚堵在大门入口静坐，阻碍正常通行，您看怎么处理？我现在下楼，你们不用强行驱赶。婉晴，总算等到你露面了。今天咱们不绕弯子，好歹咱们也是一家人。你赶紧把之前你提起的追责要求撤销了。当初在街边当众造谣我伪造遗嘱骗取房产的是你们，现在想要撤掉追责，总得拿出合理的说辞。之前在街头的话全是误会，你妈妈一时心急说错了话，算不上什么恶意造谣。你紧揪着这件事索要赔偿，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咱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，就为了几句话闹到索要赔款，这传出去别人都要笑话咱们家，对你名声也不好。当初在街上，你们当着整条街商户和我公司同事的面四处散播谣言，煽动路人围攻我，可不是简单几句话。我承认话说重了，可我是你亲生母亲啊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你好。你爷爷留下的房产价值不菲，我这不是怕你被骗吗？为我好，你要是真为我好，可以私下找我核对资料，没必要当众捏造事实污蔑我，还拉拢亲戚一起抹黑。婉晴啊，我实在是没钱赔50万赔偿金，之前用来养老的房子也被收回了，妈真的没钱赔了。我也掏不出30万赔偿款，家里积蓄全都给孩子交了学费，手里没钱。我也没钱，前段时间给你表妹买房去了，哪里有钱赔你？没钱赔付是你们的问题，当初造谣之前就该想好对应的后果。我没有追加赔偿金额，已经是对你们最大的宽容。如果你们还想纠缠，那就法庭上见吧。都是一家人，不要逼着我们倾家荡产还债。你这孩子就不能体谅长辈难处？当初你们盯着我中奖的千万百赞，轮番上门索要钱财、造谣诋毁的时候，没人体谅过我的难处。今天我们就赖在这儿，你不把追责撤销，我们就一直守在门口，耽误你做生意。堵塞大门，影响他人真经营，物业有权联系相关人员进行驱离，没必要僵持。赶我们走也没用，今天解决不了赔偿的事儿，明天我们还会再来，天天堵在楼下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松口，我已经提前聘请了一位顾问，专门帮我们处理这事儿，人就在附近等着。我现在就要打电话把人喊过来。刘顾问，你赶紧过来。苏小姐，您好，我是您母亲委托的顾问，姓刘。关于追责一事，我们希望能与您进一步沟通，达成和解。沟通可以，但撤销追责绝无可能。苏小姐，我们不妨找个安静的地方详谈，站在门口总归不太合适，您觉得呢？好，我给你们10分钟，说完就走。你直接说协商方案，多余的客套不用讲。我的委托人苏女士，也就是你母亲，当初发表质疑遗嘱的言论，属于亲属间合理的疑问，主观上不存在刻意诽谤的想法。这仅仅是您母亲担心自家大额资产被不合理处理。合理质疑，刘顾问，你这话自己信吗？合理质疑是指当众捏造谣言，还煽动围观群众对我进行造谣吗？口头怀疑和刻意造谣是2种定义。你母亲原话只是怀疑遗嘱真伪，没有实打实笃定文书造假，
从字面内容来看，达不到诽谤的判定标准。没错，我们从头到尾只是内心存疑，随口说说而已，不能当真。至于你的大姨、小姨二人，全程只是在旁边附和亲友观点，没有主动散播不实消息，同样不满足赔付条件。综合以上几点，我方诉求是全额撤销所有赔偿要求，取消登报道歉的相关约定。想要撤销追责，先看现场留存的视频录音证据。这个不孝女，她爷爷老年痴呆好几年了，怎么可能立遗嘱？那份遗嘱是她伪造的，这栋楼是我们大家的。现场发言确实存在不妥之处，但发言是在情绪激动的状态下脱口而出，并非提前预谋刻意损毁名誉。情绪激动就能成为肆意造谣伤人的借口吗？言论落地之后，直接导致了整条街道商户变本加厉刁难我，公司内部同事跟风排挤。录音可以作假，不能单凭一段录音定我们的过错。除了现场视频，当天到场巡逻人员的现场笔录，多名街边路人的目击证词全部齐全，证据链完整。路人证词可以被收买，不能当作有效证据。虽然证据齐全，但是基于母女亲缘关系，法律层面向来优先调和家庭矛盾，强行索要大额赔偿不利于亲密情系。在他们选择当众造谣，联手逼迫我拿钱补贴所有人的时候，就已经不顾及亲情了。当初我刚中彩票，我妈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索要80万给表妹付首付，索要不成转头联合亲戚四处抹黑我的消息。索要首付也是亲人之间互相帮衬，谁家亲戚遇上难处不会伸手搭一把？帮衬建立在自愿基础上，而不是被亲情绑架强制掏钱。要钱不成就恶意造谣，逻辑行不通。一家人谈自愿太生分，有钱之后帮扶亲属本就是理所应当。站在情理角度，苏小姐纵拥整条街区房产，资产丰厚，几十万赔偿金对你而言不值一提，免去赔款，保全一家人的亲情才是最优选择。资产是爷爷依法留下的遗产，属于我的个人财产，我没有义务为亲戚的贪婪买单。赔偿约定不会随意撤销。婉晴，我独自把你拉扯长大，从小到大吃喝花销全靠我一个人打拼，养育之恩摆在这儿，你非要拿着一纸追责遗书，逼得我们流离失所。养育的付出我一直记着，此前多年街区商铺租赁，我特意叮嘱爷爷放宽周边亲戚租房条件，多次减免亲戚零散开销。是你们贪心不足，看见千万彩票奖金就想掏空我的资产。减免零星房租和拿出几十万帮衬家里是两码事儿。你坐拥上亿不动产，分出几十万帮扶至亲，算不上过分。我的资产可没有义务无条件分摊给所有亲戚。当初各家日子安顿经营，也没人主动帮扶过拮据时期的我啊。既然双方分歧巨大，我方提出折中方案，取消现金赔偿，由苏婉晴拿出一处小型临街商铺无偿交由你母亲使用，抵掉全部赔偿责任。这个方案我同意。你总得给我一间最好的铺子，这样我就不跟你纠结遗嘱的事情了。我们也认可这个办法，商铺到手，所有赔偿一笔勾销，有铺面做生意。你要是真能赔我们一套商铺，咱们之间的矛盾就此了结。商铺是经营性不动产，不会用来抵扣造谣产生的赔偿。想要免去赔款，只能按照原定约定登报公开致歉。登报道歉，那不就等于把家事全摆在全城人面前？我们以后出门岂不是要被街坊指指点点？绝对不行！要么免赔款给铺面，要么我们继续天天蹲守大厦门口，耗到你松口为止。我方不会接受登报道歉的处置方案，这事僵持下去，怕是会对您旗下商业街口碑造成负面影响。街区早已完成整体改造，入驻商户全是合规诚信经营者，零星的闹事影响不了整体运营。你们如果想继续堵门，物业会固定闹事视频，追加索要停业损失赔偿。你当真铁了心和家里撕破脸皮？是你们先不念亲情，撕破脸片，贪心不足还造谣勒索我，如今的后果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。顾问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总不能真凑齐赔款？那就拉长赔付周期，分10年分期结清赔款，免去登报致歉的条款。赔付周期可以协商，但登报道歉不能取消。公开致歉是弥补当初谣言带来的名誉损伤。分期给钱可以，登报绝对不行。我们家可丢不起这个人。要么分期免登报，要么继续僵持，没有第三种选择。道歉和赔偿是2项独立处置内容，不能相互抵消。不松口免掉登报，我们今晚就在大厦门口过夜。苏小姐，血浓于水，你何必把事情做这么绝呢？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还有工作要处理，协商就到这里吧。送客。苏婉晴，这事儿没完，明天我们还来。今天他总得下楼吧？我就不信他能一辈子不出门。都第3天了，他连面都不露。哎呦，我腰都坐酸了，我店里的生意都耽误了，再这么耗下去，我自己先赔钱。几位，这是第5次告知书了。你们长期占据门口通道，苏总已经在累计核算损失了。让他算，我就坐在这里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
咱们得换个方法。老板，我女儿苏婉晴对家人太狠心了，逼着我们赔钱，还要登报道歉。当初你们漫天要价，围堵房东的视频网上都能搜到。我们开店签合同的时候，物业提前告知过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不会随便站队。刘嫂，你当初怎么刁难小苏的，现在就该承担对应后果。我不会跟着你们胡乱议论。回去吧，过几天我也要搬走了。走了一整天，一个人都不帮咱们说话。这条街的人全被他收买了，咱们再怎么说都没用。不是收买，是当初那段视频传出去了，人家都看过了，谁还帮咱们？再想想办法。刘顾问不是说还有别的路子吗？明天我再问问他。刘顾问能有什么办法？上次谈判都被堵回来了。婉晴，折腾这么多天了，我们是真没招了。赔款的事我不提了，登报幕能不能换成当面跟你道歉？当初谣言是当着一条街的人说的，道歉也得公开，私底下说句对不起，弥补不了我已经受损的名声。那我们在商业街广场当着所有商户的面口头道歉行不行？不上报纸就行。广场道歉可以算一部分弥补，但登报还是要照常登，两件事不冲突。又要凑钱又要登报，我们真活不下去了。当初造谣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没什么好商量的了，按最开始说好的办。苏小姐，判决结果出来了，您母亲赔偿50万，并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声明，大姨、小姨各赔偿30万。他们上诉了吗？都没有上诉。您母亲现在借住在朋友家里，那套房子按照遗嘱附加条款已经被收回了。这些赔偿金我不要，全部捐给儿童福利院，你去办一下手续。好的，我明天就办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对这条街进行全面整顿。第一，把那些不守规矩的商铺租金上涨3倍。第二，所有商户重新签合同，合同里加一条，禁止任何形式的欺诈、恶意涨价、造谣，违反的直接解除租赁，没收押金。苏总，这样的话，很多老商户会搬走的，那就让他们搬，我不需要这样的租户，我要的是诚信经营的商户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小苏总，你来了，您别赶我，我这就走。刘婶儿，我们聊聊。刘婶儿，你在这条街开了多少年店了？20多年了。那你应该还记得我爷爷还在的时候，你生意有多好。我记得，你爷爷对我很好，逢年过节还给我减房租。是啊，我爷爷对你很好，所以我想问你，当我中了彩票以后，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我就……所以你就跟他们一起针对我。刘婶儿，那一碗清汤面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。你对我的态度决定我对你的态度。苏总，你要赶我走？不赶你走，但新合同的租金是原来的3倍。另外，你需要在报纸上为你之前的行为公开道歉。不同意的话，那就搬走。3倍？苏总，我付不起啊！那就搬走。等等，苏总，我同意，新合同我签，道歉我也愿意登，求你别赶我走，这条街是我半辈子的心血。好，那就这样吧，3个月后未来验收，要是能改，租金还跟原来一样。苏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新合同的事儿，物业应该通知你了吧？苏总，3倍租金我真扛不住，我这小店利润薄，翻3倍我连进货的钱都不够啊！当初卖我5000块一瓶水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觉得利润薄？那是别人让我这么干的，我也是昏了头。你收钱的时候可没人逼你，条件就摆在这儿，签还是搬，你自己选。我签。
多少年了，说办就办。不过也是他们自作自受，没办法。我在此向苏婉晴女士进行诚恳的道歉。我曾经以虚假的理由威胁苏小姐借给我500万块钱，我还诬陷她有报销违规行为，这些行为都是错误的。我承认我的错误，我为我的行为感到深深的后悔。我希望苏小姐能够原谅我。好，我原谅你，以后别干这种事儿了。各位，今天把大家叫到这里，不是来算旧账的。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儿，我相信大家都清楚。有些人走了，有些人留下来了。留下来的人，说明你们愿意给这条街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这也是我乐于看到的。我爷爷经营这条街30多年，他一直说一句话：做生意先做人。街坊邻里之间靠的是信任，不是算计。这条街以前是什么样子，你们比我清楚。互相帮衬，谁家有事搭把手，谁家忙不过来搭一脚。那时候没人坑人，也没人欺负人。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，租金的事儿我会重新调整。之前3倍租金是我对过去那些事儿的态度，但惩罚不是目的，把这条街经营好才是。从下个月开始，租金恢复到原来的1.5倍，但合同里的条款不变，诚信经营，不欺客，不欺邻，谁违反直接走人。另外，我会拿出一部分资金，把街道的基础设施重新翻修，路面、排水、招牌统一规划，停车位重新划线。每个季度我会组织一次商户大会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建议当面提，不用背后嘀咕，也不用猜我在想什么。还是婉晴懂事，像他爷爷。最后一句话，过去的事我不会忘，但从今天起，只要大家好好做生意，我们就是邻居，不是敌人。苏小姐，你刚才说的那些是认真的？当然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。这条街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我不会让它烂掉。你还别说，这条街还真不错。我听说之前这条街经历过一次大洗牌呢。真的假的？不骗你。进来坐啊，今天新出的牛肉面，尝尝。刘婶，你这面比以前好吃多了。用心做的，那当然不一样。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随便看，有喜欢的跟我说。妈妈，我要那个草莓的。小朋友眼光好，这个是今天早上刚烤的。大爷，修好了，不收你钱，邻里之间的事儿。老李呀，你现在比以前实在多了。吃了教训了，踏实做人比什么都强。苏小姐，你爷爷要是看到现在的样子，应该会很高兴。他会的。苏总，有人送了封信到前台，说是您母亲托人带过来的。婉晴，妈知道你恨我，妈也知道，妈做的很多事都是错的。妈现在每天都在想，如果当初我没那么贪心，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步？妈不求你原谅，妈只是想告诉你，不管怎样，你是我女儿。妈祝你过得好。
苏总，我多嘴说一句，昨天有人说看见你妈在城东菜市场摆摊卖菜。知道了。新鲜的，2块钱一把，1块5行不行？行，拿走吧。婉晴，妈，你的信我看到了。婉晴，妈没想到你会打电话过来。妈，你做的那些事儿，我不可能当没发生过。妈知道。但你是我妈，这一点也改不了。赔偿的事儿，我让律师重新拟了分期方案，期限拉长到5年，每月金额降低，你慢慢还。好，妈慢慢还，1分钱都不会少你的。妈，明天中午你来商业街吃碗面吧，刘婶的面馆你知道在哪儿？我能去吗？能，我让物业把黑名单撤了。好，妈明天一定去。妈，我先挂了，明天见。婉晴，先吃面，面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妈，有些事我没办法一下子放下，但我不想再跟你弄得这么僵了。妈懂，妈不逼你，你愿意让妈坐在这里吃碗面，妈已经很知足了。以后每周来吃一次吧，就在这里。好，每周都来。这里面有点钱，你拿着用，别再蹲菜市场了，对身体不好。婉晴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是我妈。妈，下周见。好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又聚在这里。1年前，我接手了爷爷留下的那条街，那时候那条街乱得很，欺客的、造谣的、坑人的，什么都有。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清理、去整顿，这过程不好看，我也得罪了很多人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一条街能不能火起来，不是靠谁有钱谁有权，而是靠信任。现在我们这条街，商户信任房东不会乱涨价。房东信任商户会诚信经营，顾客信任这条街上买的东西不会有假，这个信任链建起来了，什么都好办。我爷爷经营那条街30年，靠的就是这2个字。我只是把他丢掉的东西重新捡了回来。最后，我也希望这条街以后会越来越好。感谢各位的共同努力。